此剑重240斤，长3尺8寸，宽7寸，刻画有9道符文阵法。自从上次放完血，睡觉的时候好像感应到与某个东西有了一点联系，很微妙，若有若无，说不清楚。这个东西模糊的轮廓，竟然是一整座蛇口山。果然，这一整座就是一件法宝。我有名字的，大名张二狗，修仙界人称齐娥大将军。我的好朋友雨山，他最喜欢称呼我为主人，你叫我主人也可以。啊，主人吗？这种称呼感觉怪怪的。一个称呼而已，不必太过在意。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叫什么名字，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。现在的长灵儿应该是蛇人死后，魂魄意识没有完全消散，融入这件法宝之中，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，重新孕育出的一个新生命。这一整套的每一件单品，都达到了中品法器级别，每一件单品上都刻画了阵法，防尘、防火、防水、防汗臭等功能。你试试防护效果。好，好，多谢了。案犯张有良、张有信勾结邪教叛乱，按律当诛9族，现皇恩浩荡，只诛你3族。虽然手里还有很多土地，但像蛇口山这样比较隐蔽的却还没有。关键对那个看不见的人毫无了解，也没法掌控，对那个玉石地板也是一无所知。如果能了解这2样东西，也许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还是飞着快也安全，下面那些山路不知道藏着多少想捞过路费的。我这大鹅比什么马车镖局都强，就是带着它进城不太方便，得在远处落下。这郡城比起安和县要气派多了，街道也更宽，像鸿雁楼那样的高楼，这里已经有10几座了，甚至还有更高的。但我早已不是当年的乡巴佬进城了，现在可以认识皇子的人。我鸡哥的船会飞，就连船上的装饰品都是金光闪闪的筑基修饰。我找杨铁，帮我通报一下。这人看起来牛逼哄哄的，一副不好惹的样子，怕是什么大人物，还是不敢刁难了。您稍等。你就是张兄弟，跟我来吧，咱俩找一个地方说话。郡守大人竟然真的亲自出来接见，还亲热地拉着此人离去，幸亏刚刚没有刁难他。齐王临走时吩咐过，让我等着张兄弟，没想到你过了这么久才来。有些事情耽误了，我今天是想来领那个筑基丹。果然很不错，至少没摆什么郡守的谱啊。以前总是被一个县吃业压得喘不上气，今天这郡主竟然对我这么友好，还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张老弟，你要不介意，称呼我一声杨兄就行。杨兄你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次来时给你带了点土特产，这朝天贡椒对修仙者来说不算贵，但名气大，加上皇族的人喜欢吃。等了你几个月，终于来取这粒筑基丹，不然我都守不住了。啊，杨兄你不是三阳郡最大的官吗？还有谁能从你手上抢丹药？我这只是明面上的，我是八王爷推荐的，你是齐王的人，咱们也算是自己人，有些事情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。皇子的债主这事还是不适合四处宣扬，至于这八王爷没听过，应该是姬仓关系比较好的兄长吧。青州这一块地界，真正的主人是青州太守夏明远，就算是当今隆兴圣皇帝的圣旨，在青州这边也不见得比夏明远的话更有用。他们夏家数代人经营青州，早已经根深蒂固。我这三阳郡下辖11个县，其中4个县令是夏家子弟，还有3个是攀上夏家关系的。郡府里里外外都是夏家的人，我的郡城是夏家子弟，掌管兵马大权的都尉是夏家的女婿。我来三阳郡上任的第1天，就娶了个夏家的女子当小妾。就连我府里掏大粪的，都是夏家的人。夏家这是准备要造反吗？目前还不至于。夏明远算是封疆大院，年头长了
就在这里扎下了根。夏家人多，只要沾亲带故的，谁都想占个好位置，捞些好处。你想，夏家在整个青州占尽了好处，为什么要造反？难道造自己的坊不成？夏家怎么有这么多的人口？普通人娶一个媳妇儿，一生之中少则生4、5个，或多则生10来个孩子。但夏家是大户人家，调养得好，生下来的孩子存活率高。大户人家的男丁娶3、5个、10几个，甚至几十个妻妾，也没什么稀奇。按照最保守的方式估算，假如一个男丁娶5个妻妾，平均每人生8个子女，就有40个了。夏家是大户人家，孩子死亡率低，就算死掉5个，还能剩下35个。几十年后，这35个人就能变成数百上千人，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无穷尽。没准儿现在给我们做菜的厨子也是夏家人。像我在这里当个几年的郡守，积攒一些资历，再有3、5年就调走了。双方只要保持官场上的体面，不撕破脸，那就是相安无事，好聚好散。但我做事终究还得看一下夏家的脸色，所以你那一粒筑基丹要是不尽快拿走，我还真不一定能守得住。鸡哥好歹也是皇子，他送出的一粒丹药，夏家人也敢拦截？夏家人连西王的面子也不给吗？夏家是封疆大吏，排在前面的几位皇子也想跟夏家搞好关系，也就是这个齐王殿下自知排不上，无欲则刚，才会把夏家的人下狱。若是其他的皇族在此，多少会卖夏家一些面子的。好吧，等下我就把这粒丹药领走。官场关系错综复杂，人均几百个心眼子，我怎么可能玩得过人家？躲在蛇口山上安心种题修炼，自给自足就可以了。这杨铁既然是姬仓托付的人，能跟我讲这么多官场秘钱，想必是信得过的。没有用拓印原件，这还是我对照着纹路用笔重新描画了一遍，像是什么书上抄下来的。杨兄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些符文？不太看得懂。这种符文一般都会组成阵法，用于一些法器的中枢控制。不过你这些符文又有点不一样，看起来更加玄奥，我也不是很懂。既然这些符文石用于控制法器中枢的，那么那块地桩可能就是一件法器的中枢。杨铁说这些符文更加玄奥，难道会是一件法宝？那可是金丹以上的修仙者才能使用的。也许我的整个蛇口山就是一件巨大的法宝。顺便打听下郡城这边的商品价格，有没有类似黑市这种地方？一顿饭下来也了解差不多了，有熟人就是好。这官府的炼丹房竟然就在郡府衙门旁边，只有一道不起眼的小门。感觉有一股强大的神识把我里里外外扫了一遍，却连骨头都被他看透了。面前的可是堂堂郡守大人，就没人打算过来拍个马屁，堆上笑脸，献上鱼词？这些人难道不怕被穿小鞋，或者是不想升官发财了？这一幕跟整个大周王朝的官场显得极不协调。这里面都是些炼丹师，他们都是由朝廷统一培养，各地炼丹房的所有经费和资源也由朝廷统一提供，不受听从地方官府限制。这跟官府不是同一个体系，只有这样，朝廷才能继续掌控全国的丹药，不受地方官府影响。张兄弟，你以后手里有灵药，也可以拿到这里来换取丹药。筑基丹终于到手了，拿在手里心跳都加快了不少。朝廷必须清楚每一粒筑基丹的去向，要保证做到有据可查。拿到丹药之后的登记已经算是比较简单流程了。很多人已经会丹药3个流程了。其实官府每发放一粒筑基丹，都要经过好几个衙门、几10道程序审批，好几轮博弈，才能最终确定下来。难怪当初管姬仓要1000颗筑基丹的时候，他那么吃惊。以前每次走进这种官府衙门，总是处处小心，连衙门里的蚂蚁也不敢踩死半口。还敢冲我龇牙！大人，这人不是安城不县上一任县太爷吗？竟然不仅无罪释放，还又在郡府当了个小官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当初有眼不识泰山，误认了齐王，但罪不至死，已经被处罚过了。郡守大人连我守卫县城评判有功，便又赏了我一个小官。筑基丹只能本人服用，不能转卖给任何人。未经登记而擅自筑基者，一律按邪教徒处斩，
服用筑基丹后，无论成功或失败，都需要到郡府衙门重新做登记备案。你可明白？明白了。只有登记了，将来筑基有成，才是官方认可的筑基修士。如果没有登记，那也是野修，会被当成邪教徒诛杀。正是因为所有修仙者都在大周王朝的掌控之中，才保证了王朝这1万年的太平盛世。只有登记在册的修仙者，才有资格在官府中担任各种职务。恭喜张兄弟，从此平步青云。杨大哥客气了，还要多谢杨兄。不过举手之劳，不必在意。我知道，你心里肯定还在想着下主簿的事。当你踏入官场之后，才会明白，每个人都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我要是再不放人，可能明天就因为某些罪责被下狱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到这个位置，没有一个人屁股是干净的，相互之间都抓着把柄才能放心。没有把柄的人，谁敢用？杨兄不必多说，我只是区区一个庄稼汉，本就无权过问这些官府里的事情。要不是姬仓出手，安城县还要在夏县省的统治下，哪里有如今丁县省治理下的安居乐业？反正我是不想当官的，没必要过多的去了解这些官场内幕。张兄弟能够理解就好。其实我这么做，八王爷也是默许的。对了，你武举考试报名了吗？才1炷香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手续，果然官府有人好办事。记得当初考武秀才，可是折腾了好几天。最后求到司马懿才把事情办成的。你下个月拿着这份名册来考试就可以了。你手有1粒筑基丹，回去的这一路上要小心一点。官方的人不会抢来路不明的筑基丹，但邪教的人不会在乎这些。好的，多谢了。这小药房竟然跟安昌县城的一模一样，只是老头不是同一个人。你要堕胎还是看花柳？我看花柳。什么症状？菜花状，最近溃烂流脓。这暗号设计的真有毛病，什么缺德猥琐的人想出来的？关键2个黑市竟然是同一套暗号。这同门看起来也很眼熟，这黑市比起安监县的大多了，更加热闹繁华，几乎全是修仙者，这才是适合修仙者逛的地方。这里交易至少也得100炼银，还有很多人用灵石交易，手里原本有的5块灵石，灵气吸光了，灵石就变成粉尘，但是如果消耗大部分灵气，没变成粉末就直接收进葫芦，就又能重新恢复灵气。只要按照这样反复操作，就能拥有用不完的灵气。可惜之前浪费了3块。真是培元丹，一共只有2粒培元丹，3块灵石1粒。果然贫穷限制了他们的勇气，只能畏畏缩缩，反复犹豫，很难做出购买的决断。他们4个回去要怎么分呢？是4个人轮流每个人舔一口吗？都想要，但都买不起。灵石不好赚啊，看来散修的日子确实挺难的。剩下这么多人，就是凑不出3块灵石。这个世界并不是缺少灵石，只是恰好这群围观者都没有罢了。哎呦，夏爷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哎呦，夏爷，您里边请。哎呦，夏爷，培元丹售价3块灵石，少1块也不卖。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太臭了吧！这大黄牙上还沾着菜叶。你是谁？三阳郡都尉大人的马夫罢了。好大的口气，敢瞧不起都尉大人！你又是什么来头？我一个普通庄稼汉罢了，不敢瞧不起都尉，仅仅是单纯瞧不起你。还有，离我远一点，口太臭了。今天这粒培元丹，我要是买不成，谁也别想买了。黑地里其他人不敢得罪他，还真没人敢买了。不卖了，只有这几块灵石暂时也够用。你的培元丹除了我，谁也不会买。哎呦！这件飞剑卖30块灵石，飞剑价格太贵，大部分人都只是好奇问问，买不起的。眼前的少年才炼气期，看起来也不像是富贵人家，就算把命卖了，也买不起一柄飞剑。这些飞剑是你这里炼制的吗？不错，店里的法器都出自老夫之手。这个也是你炼制的吗？正是，老夫炼制的法器上都有一道这样的符文，这是本店的独特标记。原来邪教手里的飞剑都是在这里买的，这家炼器店铺的实力应该很不错。
是这样的，我想定制一件法器，我可以帮你把这柄飞剑溶解进去，另外再添点材料，但还是不够。看起来其貌不扬，也不像城里的达官贵人，竟然能一次性拿出5柄飞剑。要不就是某个大官的弟子，或者就是邪教里面的高层。你看这些飞剑都融进去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这飞剑比平时炼制的货品质还提升了不少，这少年背后一定还有高人。因为你需要的这柄重剑比较大，消耗的材料比较多，就算融了这5柄飞剑，我也要往里面添加大量材料。你再补给我50块下品灵石。我手里没有这么多灵石，用培元丹可以不？当然可以，只有官府的炼丹房才有丹药卖，丹药比灵石更加难得，手里有灵石也不一定能买到丹药。请。此剑重240斤，长3尺8寸，宽7寸，刻画有9道符文阵法。好，不错。我想请教一下，法器上的这些符文都有些什么功用？又少了一颗灵药，这小偷还真是不死心。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几天没看到主人，我心里都发慌，总感觉不踏实。雨山，你辛苦了。不在的这几天，幸亏山上有你，不然我回来又要乱了套。还行，跟离开的时候差不多。大部分蛇都还没有复苏，少数复苏的蛇也是懒洋洋的，行动迟缓。朋友，我来找你了，能出来聊一会儿吗？我问你，这个房间是一件法宝吗？又是这种奇怪的回答方式，既是又不是。不过总比刚开始完全否定要强多了。我再问你，这一块刻满符文的玉石地板是不是法宝中枢？算了，这叶子本来就是个文盲，不懂也有可能。既然他提供不了帮助，只能自己干了。之前跟炼气阁的老者聊天，了解到了炼化法宝，法宝是金丹才能用的。以我现在的真气和神识水平，如果强行去炼化一件法宝，大概率会被吸成一具干尸。但是有一种方法叫血炼法，用自身的精血不断的喂养法宝，慢慢的跟法宝之间产生联系。这玉石地板果然能吸收，这一次放的血都能做好几道菜了，现在全被吸收的干干净净，一滴没浪费。这玉石地板果然能吸收，这一次放的血都能做好几道菜了，现在全被吸收的干干净净，一滴没浪费。自从上次放完血，睡觉的时候好像感应到与某个东西有了一点联系，很微妙，若有若无，说不清楚。这个东西模糊的轮廓，竟然是一整座蛇口山。果然，这一整座就是一件法宝。这个傻子每天来这里放血干嘛？他喜欢自虐吗？没看到那叶子啊。趁着他在这里放血，我去山上偷2株灵药下来喂蛇。这声音肯定就是那个神秘的小偷。看来这小偷抱着灵药的时候没法在山体中自如穿行，而且离开山体后，小偷的身体会虚弱，必须快速回到山里休养。放血放多了，和蛇口山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。这家伙根本没有固定形状，只要在蛇口山的地盘上，谁也拿他没办法，除非使用大神通拆掉整座山。原来是个家养的小鬼，离不开这座山，灵智不高，像个小孩儿。这就好办多了。先听听他都说些什么。原来这小偷跟法宝是一体的，不怎么聪明，跟几岁小孩差不多。平时住在那地板石里，没法离开蛇口山。一旦脱离，身体会快速消散，回到山里才会重新凝聚，但是需要时间。难怪他要间隔这么长一段时间才能去偷一次灵药，因为每次抱着药材往回飞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就在消散，要回到山体里面要很久才能恢复。这个小傻子怎么总是往这里浇血？这么傻，还想跟我交朋友？把我睡觉的地方都弄脏了，等大蛇醒来，我就让大蛇咬他一口。你要是再喊我傻子，我就往你这里吐口水。小傻子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说了别喊我傻子，再喊我傻子，我就报复。真的是你，你能听到我说话，太好了。好啦，以后我再也不喊你傻子了。大聪明，
你什么时候能听到我声音的？我有名字的，大名张二狗，修仙界人称齐娥大将军。我的好朋友雨山，他最喜欢称呼我为主人，你叫我主人也可以。啊，主人吗？这种称呼感觉怪怪的。一个称呼而已，不必太过在意。好的，二狗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长灵儿，应该就是这个名字啦。玉石床上那个蛇人的名字便叫做长灵儿。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叫什么名字，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。现在的长灵儿应该是蛇人死后魂魄意识没有完全消散，融入这件法宝之中，经历了无数岁月之后，重新孕育出的一个新生命。你继承了长灵儿的意识，那他在生前有没有藏点宝物什么的？好像不太合适，这样对死者不尊重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生前的洞府在什么地方？我想把他的骨骼送回去安葬，帮他入土为安。想不起来了，我只继承了一部分记忆。许峰真不是东西，是个坏蛋。对，许峰是坏蛋。他最后为什么要把长灵儿囚禁在这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记得有一天，他突然就脚踏七星红光出现在长灵儿面前，将长灵儿囚在这件法宝里了。许峰是个大坏蛋，山洞里的这些蛇也是许峰放在这里的，防止外人前来打扰。你要是给我一些灵丹灵药或者灵石，我就能把大蛇救活。你是说这些蛇都会听你的号令，你能指挥他们？对呀，这些蛇以前都会听长灵儿的指挥，现在也会听我的话。你看，嘿嘿嘿，我的蛇宝宝都很乖的，是不是很好玩呀？好玩，你真厉害，你的蛇宝宝也好聪明。可是还有那么多的蛇宝宝醒不来，他们都快要死了。你和山上那个怪人都不让我偷灵药，不让我偷灵药救蛇宝宝。偷东西是不对的，会被人谴责，人人唾弃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和我成为好朋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以后不用你去偷，我拿一些灵药下来给你。真的？这么好？那当然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就应该相互帮助的。好，好，我要和你交朋友，我要和你成为一家人。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了，以后就应该相互关心，相互帮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以后如果来了坏人，是不是应该让大蛇出点力，把坏人咬死？对对对。我看大蛇每天闲着也是闲着。对对对。要不让他们去山顶帮忙翻地、除草、拉石磨，这样还能锻炼身体。对对对。这大中午的太阳晒着，还是感觉不到一丝温暖。这段时间失血过度，太虚弱了。再过几天，郡城里的武举考试要开始了，这几天不放血了。那些大鹅太高傲，惹不起。这几条傻蛇听不懂人言，更不会顶嘴，只能继续埋头干活，开荒耕地。快点干，这片地今天必须弄完。现在看来，买牛的钱可以省下来了。山洞里还有那么多蛇妖没有醒来，明年开春让他们全都去耕地，让蛇妖耕地拉犁耙都比牛强多了。二狗子，我让蛇宝宝帮你干了5天活，翻了那么多土地了，你答应我的灵药呢？你要是再不给我灵药，我就自己偷了。长灵儿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一家人相互帮助是应该的，你就不能太计较得失，那样会显得很见外。再说了，灵药都是土里生长的，不好好种地，哪里来的灵药呢？对不起啊，是我太着急了。这就对了嘛，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孩子。这些灵药都还是幼苗，没有多少灵力，留在地里还能再长一长。你看，我有这个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哇，原来你还有灵石，也不早说，早知道我以前就偷灵石了。以前偷灵药太不划算了，亏大了。走吧，我们把这块灵石交给大蛇吸收。长灵儿，这6条大蛇是不是已经死了？唉，已经死了。我如果早几年醒来，也许还能偷些灵药给他保命。把这些蛇的尸体交给我来处理，怎么样？你要怎么处理？这些蛇的尸体可以卖很多灵石，有了灵石又能复苏更多的蛇，而且这一整座山也是要补充大量灵气。蛇口山虽然是一件很大的法宝，但被扔在这片荒地已经上万年了，灵气慢慢往外溢散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已经和普通凡物一样了。也就是我机缘巧合，在山顶浇了几年灵水，补充了一些灵气，才让长灵儿复苏。
想要让这法宝恢复，还需要消耗大量灵气，最便捷的就是用灵石。都已经死了，留在这里也活不过来。你要拿去卖，就拿去吧。你卖的灵石必须要分给我一半。师傅，我打听到筑基丹的详细消息了。这次郡府衙门那边确实放出了一粒筑基丹。哦，你可知道花落谁家，又被哪个狗官得了去？师傅，你猜错了，这一次得到筑基丹的人不是狗官，是我们的老熟人。谁？二狗子？他一个喂猪的，凭什么能比我混得好，还跟齐王称兄道弟，而我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？真没想到，竟然是他！当年从他爹手里夺了灵石，现在又要从他手里抢筑基丹，我这一生的机缘啊，都在他们一家身上了。师傅，现在消息已经泄露，有很多人知道了，我们要尽快动手。咱们先下手为强。他本人其实没什么实力，无非就是有几只会飞的鹅，咱们悄悄地摸到山上去。我还弄到几张符箓，一种隐身符，一种敛息符，悄悄地靠近，得手之后就能成功逃脱。不错，你做得很好。待为师筑基之后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这座山是二狗子的福地，却是我们一家子的伤心地。徒儿，你在这里接应，我独自上去就行。何方毛贼！小子还有点本事。以前我也最喜欢贴上隐身符偷东西，没想到今天我也会遇到。敌人在暗处，随时可能会偷袭，得全神戒备。看来藏在这里。在劫难逃了。师傅，你别作声，我带你走。好徒儿，今日为师多亏了你，等到为师伤势恢复，一定把最拿手的绝活传授给你。好徒儿，为师没看走眼。师傅身上流了这么多血，可惜了。好徒儿不必担心，为师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可我不想再养了。你这逆徒，为何害我？你既是我师傅，就应该助我修炼。张老弟，你对这次武举考试有什么计划没有？就是参加考试，拿一个武举功名印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看来张兄弟还没明白，我意思是问你有没有打算拿榜1或者前3的名次。我就想混个功名，不用交税，在官府面前还有点地位，不容易被拿捏。这个倒是没考虑过，只要能中，考第几无所谓。考前10，或者是考到10名以后，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只要能进前10，将来授官任职都有很大优势。这里没有外人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，目前暂时定下的榜首是夏家的夏元，排第2的我是夏家的一个女婿。这不是还没考吗？这些官老爷竟然这么厉害，还没开考就已经推算出来了。只是考生还没入场罢了，背后的人早就考完了。你以后也要进入官场的，有些规则你应该要知道了。武举人考试关系重大，在考试之前，各方的势力相互角逐，最后是相互妥协，达到某一种平衡，才能定下排名。至于最后考生入场，就是走一下过场。如果你想要拿到榜首的位置，我可以帮你运作一下，大概花费几10块灵石就可以了。相信夏家就算不给我面子，也要给齐王面子的。多谢杨兄，这榜1我就不争了。还有，既然榜1那么值钱，
我这个榜4是不是也能卖些零食？你真的不要吗？别看只是榜4，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，连前10都挤不进来的，这对你以后任官资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，切不可贪一时的便宜。多谢杨兄好意。如果能换成零食或其他资源，我可以排到10几名。事迹历上的说明义。好吧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也不便强求。我帮你问一下，大概换个10几块零食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筑基丹的事情走漏了风声，已经被很多邪教的人盯上了。这次没有齐大鹅是从小路绕过来的，这帮邪教古怪手段太多了，还是少出门好。再怎么猖狂，也不至于到郡府衙门里来抢。长老弟，事情办妥了。你的排名往后挪了挪。我更看好徐文石，他拥有炼气6层的实力，进入前10应该没有问题。哼，你懂个屁！这个人是内定的第8名，还得想办法输给他。为了零食，只能丢点脸了。夏家修士胜，肾虚修士下去吧。为了15块零食，忍住，总不能为了区区面子，连零食都不要了吧？为了这15块零食，接连输了好几场了，只能偶尔赢1、2场，保持在中下游水平。连都尉的马夫也跑来这里靠武举人了。小子，上次在黑市算你跑得快，这次在台上看爷爷我怎么跑治你。原定这场该我输，可这也太恶心挑衅了，忍不住了。不对啊，这局应该要输的，我的15个零食啊！要不你爬起来再打我一拳，我不还手，很容易的。好厉害的真气伤人秘术，这跟事先说好的对不上啊，真是为难啊，这该怎么评呢？唉，一个受伤，一个吐血晕倒，这对比胜负已分呐。本场比试下马夫胜。唉，可惜啊，可惜，这二狗。唉，可惜这么一下子算是坐实了我的肾虚修士的称号了。哈哈，道友别来无恙，快快请坐。没去那考场那边看考试吗？已经考完了。这竟然是一整张2阶蛇妖的皮，保存的极好，一点损伤都没有。那就麻烦你帮我炼制一套软甲。好，请跟我来密室里商议具体的炼制方案。本来还需要一大笔零食，不过这张蛇皮很大，还能剩下很多边角料，就留给百炼阁当炼器的费用了。这一整套的每一件单品都达到了中品法器级别，每一件单品上都刻画了阵法，防尘、防火、防水、防汗臭等功能。虽然是皮革制成的，但是很柔软，要害部位还增加了好几层皮革防护。全部穿上，又会连接成一个大型的符文阵法，提供更强大的防护。你试试防护效果。好，多谢了。前10的每个名字，果然跟杨铁说的名单一模一样。恭喜张老弟，成功中举。还得多亏了杨兄帮忙打点。这次如果不是有杨铁帮忙，别说考上武举人，报名这一关都不一定能闯得进去。这是你的零食，你清点一下。正是他把原本应该排名第4的位置让了出来，卖了这15块零食。为了这些零食，他可背上了不少的骂名，外加一个肾虚修士的外号。杨兄，多亏了你帮忙，这几块零食还请你收下。不错，你领悟得很快，我倒是不缺这5块零食。今天顺便又教你一点，以后无论任何人求你办事，该收的各种好处只能多收，但绝对不能少。为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不懂。你如果觉得好处太小，看不上，就算收回来烂掉扔掉，该收的好处也必须收，
不能坏了规矩。如果就你一个人不收任何好处，或者少收好处，你猜是什么结果？就显得整个官场只有你一个是好人，别人都是坏人。你想其他官员能容得下你吗？确实，不过我也没想做官，也从来没想过必须当什么好人。司马懿之前还托人寄了信，说小蛾子的伤已经好了，托姬仓的关系，他在京城衙门里谋了一个小利。以司马懿那种性子，该不会混成整个官场公敌吧？我年轻时也曾想过要报效朝廷，要为天下百姓谋利，要造福一方，要当个名留青史的好官。唉，现在想来，那时候还是天真了。首先要生存下来再说。再有几个月，我就要离开三阳郡了。你如果想在官府里谋个什么差事，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，尽快考虑好，我还能帮你一把。啊，你要走了？我评判有功，升官了。如果没有这一次动乱，我还需要在这里苦熬10几年，或者更长时间，也不见得能升官。所以每一次危机都是机会，抓住机会就能平步青云。自从考上举人，这每天拜见的、请客的排了好几条街，真是吓人。城里富贵人家的闺女，那模样是真的漂亮。要是去个2、3个回去，帮忙种地、洗衣服、烧火做饭、生娃，想想都觉得幸福。算了，现在还是不太方便。除了明面上的人，邪教的人也在找我。虽然阵营不同，但目的一样。总算是瞒过了那些邪教的耳目，平安回到蛇口山了。二狗子，有没有卖到零食？又有一条蛇宝宝快死了。有的，一共卖了3块零食，我分你1块，怎么样？怎么这么少呀？我记得筑基蛇妖的尸体很值钱的。你那些记忆都是1万多年前的，现在沧海桑田，连这件法宝也变成了普通凡物，行情早就不同了。这几条大蛇还是很有必要救回来的，这可是一大助力。不过这蛇只听常灵儿的，那就先让他欠点钱，以后才好说话。不过你现在要救蛇，我可以借一些零食给你用，以后记得还给我。你不是说过一家人不能太见外吗？为什么借给我零食，以后还要还？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亲归亲，有些东西还是要算清楚的。哦，这样啊，我明白了。一条筑基大蛇大概需要多少灵石能够苏醒？还是先集中复苏一条大蛇？之前把一条沉睡的小蛇放进葫芦里，灵气确实强了，但是没有复苏。最起码也要100块零食。好，那我就借给你100块灵石。姬仓那一堆欠条都还没还清，现在身上又多了一张欠条。山脚下住着那么多人，让他吃几个人好不好？不行，一个人也不能碰。妖就是妖，人类牲畜在他们眼里都只是食物。常灵儿前身也是蛇妖，想必思维方式都差不多。我的蛇宝宝很善良，很温顺的，现在很饿，就是想吃几个人填填肚子。我看到山脚下好像还养了一群羊，能不能给我几只羊？不行，那些羊我养着做种的，自己一只也没舍得吃。要不让你的蛇听话一点，我带它去别的地方找食物吃。安昌河里应该有很多鱼虾，够这条大蛇吃了。好像不行，它们和我一样，受到这座山上的阵法限制，无法离开。要不把雨山给大蛇吃掉算了，它笨手笨脚的，干活还不如大蛇。我有办法了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今年是个大丰收年，收获的粮食，到时候把所有粮仓都塞满，都装不下。还能拿出一部分粮食炼制一些行军丸，以便于保存。很多外地移民不远千里也要来这里定居。安城县已经成为整个大周王朝的乐土了。原本动乱后人口10不存1，现在不到1年，已经恢复了2、3成。怎么还是没有看到邪教的人？难道我在邪教那里已经不吃香了？虽然被人追杀的感觉不爽，但被人瞧不起、被忽视的感觉同样不是很舒服。算了，出安昌再看看吧。跟安昌一对比，这里显得真是贫穷荒凉啊！仅剩的活人还迁徙到安城县来了。等着被追杀，原来也很无聊啊！怎么还没有人来杀我呀？
要不是有皮甲防护，这一次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堂堂一个筑基修士，竟然藏在暗处偷袭我一个炼气期晚辈！小子，你从蛇口山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盯上你了，也不知道你究竟有什么倚仗，也敢出来引诱老夫，费了老夫这么多时间。大概这件皮甲就是你的倚仗吧？哼哼！我的针呢？好东西啊，能避过神识，淬有剧毒，见血封喉，真是偷袭阴人的利器。这种好东西怎么可能放过？当然是要收入囊中啊！收进葫芦里，对方根本感应不到。嘿嘿，中计了！大蛇已经饿着肚子等很久了。你们说，刚才是不是有一个人追在东家身后的？我也看到有人的，突然就不见了，还以为是我眼花。刚做的新衣服就被这家伙捅了好几个小洞，幸亏皮甲有好几层，还很结实，没伤到我。下次进城去百炼阁让老头给修补一下。不过也还是收获到了一根法器针，还有一柄飞剑。这2件法炮也能弥补皮甲上的损失了。二狗子，快来看看！什么事？让你这么着急？是许峰，我感应到了许峰的气息。你下来到蛇窟里来看一下。这块木牌是那个人身上的，我的蛇宝宝消化不了，又吐出来了。但我能从这块令牌上感应到许峰的气息，一定跟他有关。这都上万年前的事了。你确定跟许峰有关系？我肯定，绝对是许峰的气息。他的气息我知道，永远忘不了。好吧，就算这是许峰的，又有什么用？过了1万多年，他应该早就死了。姬苍曾经说过，有个叫许峰的人敢要皇族给他打欠条，后来死了，死得很惨。就算不是同一个人，过了1万多年，应该也死了。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的下落？怎么，你是想要鞭尸，还是要把长灵儿的尸骨跟许峰合葬？就算找到许峰的下落，也只能做这2件事了。都要做，先鞭尸，把他的尸骨打成粉，然后再跟长灵儿的尸骨合葬。行吧，我如果遇到机会了，就你打听打听。对了，既然许峰的本事都是长灵儿教的，你看看这个木牌上的符文，认识吗？木牌上的符文我看了，可能是某一座阵法的通行令牌，或者相当于阵法的钥匙之类。好吧，这块木牌我先收起，以后遇到邪教的人了，抓1-2个活口来拷问一下。不过我现在修为还不够，在外面总是受气，要筑基之后才能去帮你打听。你让大蛇好好种地，种出更多灵药，我的修为才能更快。好的，我让他们往死里干。幸好蛇妖不会煮饭做菜，不会搓药丸，不会帮主人扫地叠被子，能为主人做事，我真自豪。有了蛇妖的帮助，山顶有开垦出来10几亩田地，灵药生长缓慢，就算浇了葫芦里的水，有10倍的生长速度，也要很多年才能收获。只有一次多种一些才够用。一共9条大蛇，6颗死的，3颗沉睡的，用灵石复苏了1条，剩下的还是先不救了，吊着不死就行。都救回来没有那么多食物给他们吃。不知道有什么事？我此来是代表道玄宗邀请道友加入本宗，多谢道玄宗看得起。这是第2次邀请了，第1次还是考上武秀才的时候，当时那人还挺高昂的。不过我曾经给自己立下2条规则，一是不做官，2是不入邪教。我只想安心种地修炼，不想把脑袋别到裤腰上，每天跟人打打杀杀的。我现在才20岁，已经修炼到了炼气7层，山上有灵药，手里还有筑基丹，什么都不缺。关门要去受这份罪，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，再过几年就能成功筑基。你先听一下我们提供的条件，我想你一定会心动的。首先，只要你能加入道玄宗，每个月
可以提供1粒培元丹，每月1粒丹药，确实还不错。换成其他修仙者，听到这条件，怕是连命都会交出去。我自己就会练，每2天就要吃1粒，要不是身体炼化不过来，每天吃1粒也不是不行。除了丹药，待你筑基成功之后，宗门还会给你提供一部筑基期的修炼功法。姬苍那儿还有一条命的欠条，除了皇位什么换不到。张道友，你觉得这2项条件如何？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？没了？就只有这些？就这点好处，还想诱惑我加入邪教？我是不做官、不入邪教的。你们能给我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，肯定是想从我身上得到更重要的东西。我求之不得的东西，在别人眼里竟然视之如粪土。张道友，这位是我师叔，人称9星道人。张道友，既然你不愿意加入道玄宗，也不便强求。老夫今天来，是想和你做一笔交易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交易，我可不会贩卖人口的。张道友太小瞧我们道玄宗了，在万余年前，我们道玄宗也是正道大派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们从来不屑于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我们是想问一下，你最近有没有得到一块木牌？大概是这个样式。这是什么牌子？有什么用吗？一块木牌，虽然有点年头，不过是一件信物罢了。对于道玄宗内部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，但对外人却没什么用。哦，原来是宗门信物啊，可惜我没见到。如果我什么时候捡到了，一定还给你们。前2天让清风子来邀请，肯定也是为了这木牌，肯定不简单。我这次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张道友如果捡到了，我们愿意用宝物交换。本宗可以用一部能修炼到金丹期的功法，与你交换这块木牌，如何？后墙就是蛇口山，有长灵儿在旁边盯着，一旦有危险，大蛇一张嘴就能伸过来。好自然是挺好的，可惜贵宗这么重要的信物，怎么可能落到我手上来？唉，老夫也跟你实话实说吧，这是一件道玄宗流失在外的重要信物，前2年才刚刚查访到一些信息，原来是落在邪教修士的手里。我们正打算跟这位邪教修士交易，但他贪图道友的筑基丹被山上的大蛇给吞了。老夫猜测他随身携带那块木牌应该落在道友手里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真不知道大蛇竟然吞了这么重要的东西。现在就难了，这条大蛇就算把法器飞剑吞进肚子里，也会炼化得一干二净。道友若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为一柄法器飞剑给他吞吃试一下。还请张道友替我多多留意，那块木牌的材质非同一般，不一定会被蛇妖炼化。行，以后这条蛇拉屎的时候，我让人送过来给你查看一下，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到一点残骸，再拼凑出来。这10几万亩田地，终于迎来第一次大丰收了。粗略估计得有20多万石。大家都是从饥饿中走出来的，对于粮食都是发自内心的珍惜。今年过冬不愁了，还是得让手下这帮人把精力用在修炼上。已经有几10个人到炼器阶段了，还有好几百人在突破炼器的门槛上。我这武秀才当的，不会是我爹用银子买的吧？不仅打不过瘸了腿的我哥黄富贵，就连二狗子手下那些庄稼汉和洗衣服的小媳妇，只用1个手就把我打败了。终于突破到第8层了，再有2层就可以筑基了。杨铁已经升官发财调走了，竟然还提醒我，让我尽量不要招惹夏家的人。夏家知道我有齐王罩着，只要面子过得去，不会太为难我。如果万一把夏家得罪死了，最好是尽快离开青州。我跟杨铁原本没什么交情，但对方能看在姬苍面子上对我这么照顾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杨铁还教了我许多官场上的内容，将来若是有机会，还是要还杨铁这份人情。见识到了大蛇的厉害，近几个月都没有邪教徒来送死了。上次秋收，本想让大蛇帮忙驮一些粮食，
结果这货离开熊蛇口山之后会这么虚。因为这座山上有阵法，如果有一天你能完全炼化法宝，就能放我和蛇去远一点的地方自己找吃了。拜见英明睿智、文治武功、德位苍生、万寿无疆、至高无上龙兴圣皇帝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陛下，洪福齐天，青州刁民叛乱自此结束，四海升平。尚有一批有功之臣，还未论功行赏，请陛下过目。差不多就得了，还一批又一批的跳出来领功讨赏，导致青州叛乱的根源，你们心里就没点数吗？还敢舔着脸在这里领功？想当初和姬苍一起去青州，完全就是一副人间地狱，还差点死在那儿。陈红叶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你来说说，那些刁民为何造反？说就说。青州之前虽然经历旱灾，但也是3分天灾7分人祸，百姓早就被这帮官吏压榨，反复的搜刮油水，穷得叮当响。当地官员和富户还趁机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，就连朝廷拨付的赈灾粮也没落到百姓手里，而是放到黑市高价售卖。青州百姓断了生路，沦落到吃树皮草根，吃观音土，甚至义子相食。百姓最初造反，无非是为求一条生路罢了。青州叛乱完全是3分天灾7分人祸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陈红叶，你的屁股歪了！身为朝中重臣，竟然站在刁民的一方，为叛军开脱洗白。照你这么说，刁民叛乱还有理了？你现在吃的、用的一切开销都从何而来？此等言论一旦传出去，只会助长刁风。说出来确实痛快，但这些事情大家心里有数，其实不该明面上说出来。现在我说出来，就是扯掉了遮羞布，主要责任就不再是刁民，而是当地官员坏了这规矩。我也因此站在了满朝大臣的对立面。启禀陛下，为遏制刁风，臣建议将陈红叶革职下狱。陈红叶当斩。原本按照以往，参加叛乱的刁民都得抄家灭族，但这次规模实在太大，杀光了百姓，那就没人种田干活了。但又必须震慑这些刁民，那就只诛为首的头目，但每个县都必须杀一批人，才能以一儆百。这叫我怎么舍得下得去手啊？都是我的心头肉啊！这果树终于成熟结果了，8只鹅，5个果子，这该怎么分呢？这鹅王是和我一起坐过牢的，还是会偏心一点。这样就好分了，每只鹅半个果子。终于下蛋了！你上次不说化妖果能让妖兽增强实力吗？怎么变成催情了？普通的变异兽吃了化妖果，真的可以变异成妖兽的。对于妖兽来说，催情也是增强实力的一种方式，还能繁衍出更多的后代。主人，现在谁要是敢拦住发情的大鹅，绝对会被大鹅按在地上打的。那这个化妖果对人有用吗？对人用？我不知道，我们那边都是给兽用的，要试过才知道。主人，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，但我不是人类，试了也是白试。况且，这山上不是蛇就是大鹅，想想就不寒而栗。这次一共下了30只蛋，全都孵化成功了，都是变异小鹅，成长潜力更强。这雨山伺候这些小鹅跟亲爹一样上心，有时候背着我，雨山还跟这些小鹅崽子嘀嘀咕咕。那些小鹅毛都没长齐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傲气，对于雨山的热情总是表现出爱搭不理的傲慢。你说你们这些小鹅崽子毛都还没长齐呢，就这么傲气？傻子，还想教大鹅说话？由雨山负责打理，还有长灵儿催促蛇妖耕地。现在山上的一切都不用我操心了。地里最早那批人参，现在到70年了，经过葫芦提升品质，已经达到了100年。用这种人参炼制培元丹，成丹率大幅提升，一炉能出4、5粒。目前手里只有1株火灵草，能凑齐其他4种，那就能炼制筑基丹了。可惜这玩意儿需要登记在案，没有登记，就算筑基成功，也会被当成邪修处理。
现在能练的只有3种丹方，一个是培元丹，主要是人参，但是现在修为提升，对我来说这效果已经不如从前了。一种是聚灵丹，主要聚灵草，效果比培元丹好。不过现在手上的药材不多，还是上次从城西镇灵田得来的，这些灵药的数量不多，目前还在繁殖中，我没舍得用。还有一种是还真丹，疗伤用的丹药，手握数十种丹方，由于灵药材不够，目前只能炼制这3种。手下这些人也都是些见过血的，包括小媳妇、大姑娘在内，就没有一个温顺的。一个是在考场上被我揍了一顿的夏马夫，另一个是齐娥摔伤的典史。案犯张二狗还不束手就擒！前段时间杨铁不是说这夏家看在齐王的面子上不会为难我吗？案犯张有良、张有信勾结邪教叛乱，按律当诛9族，现皇恩浩荡，只诛你3族。你作为张有良同族，自然也在诛杀名单之内。还犹豫什么？拿下！夏大人，请息怒，也许这里面有些误会。你可知道当今三阳郡新任的郡守大人是谁？谁？该不会是安阳县上一任的县太爷吧？正是。看来张举人是早就知道了。县太爷守城平叛有功，升任了三阳郡郡守。你现在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吧？什么怎么办？手里大部分土地都是从上一任县太爷手里以1两银子价格买过来的。现在杨铁走了，对方肯定是想要回土地。郡守是想要把土地拿回去吗？不，大老远的，郡守大人也不好打理，还是卖给你了。不过要收点本银和利息。这意思是以前被我吃下去的，现在要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如果不吐出来，那就该官兵动手了。郡守大人想要收多少锦息？50块灵石。要知道，很多炼器修士修炼了几十年，也没见过灵石长什么样子。拿出1两块的，也算是有点身家了。面对官府最难处理，别说现在兜里没有50块灵石，就算他有，也不能轻易交。今天能找个由头敲诈点钱财，只要尝到甜头，明天还能另找一个由头，隔3差5来一趟，直把血吸干为止。你们谈好了没有？我这就要动手拿人了。张举人，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为了区钱财而断送了性命。灵石我这里没有，不过我手上有张很值钱的欠条，能不能抵债？价值100粒培元丹的欠条，只要欠条是真的，当然没问题。给。今欠培元丹1粒，必当100倍偿还。姬苍。这不是齐王殿下的名字。你这份欠条我不敢要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凭借一张齐王殿下的欠条就想保命吗？你犯了大周律法，按律当斩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动手，把人拿了，明天砍头。且慢，你无非就是要我一条命，正好还有人欠了我1条命，今天就用他的命来替我赴死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我相信他一定很乐意替我赴死的。今天要我的命没有，欠条1张，要的话自己去京师把姬苍拿了砍了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以后真有什么罪责，大不了都往姬苍身上推，反正都是姬苍训练出来的。没想到齐王殿下竟然欠了这小子1条命，还用血写下欠条。如果把这小子杀了，齐王肯定会报复，夏家肯定不会为了我去得罪齐王。走。长灵儿，有什么办法能让大蛇暂时离开蛇口山吗？没有，除非你修为提升，进一步炼化法宝，才能解开禁制。你还不如刚才就让大蛇一口就把他们吞了。你小孩子不懂，在这里杀了人会被官府追究，要吞也得离远一点。气息没有衰弱，只是进入葫芦就昏迷了。看来葫芦还是有点效果的。怎么一下子开始变虚弱了？再过几息就会死去吧。气息不再下降了，开始慢慢恢复了。咦，我的蛇宝宝呢？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？我带蛇妖去吃几个人就回来。长灵儿这种无形无迹的，根本没法收取。夏马夫这群人肯定没走远，带了这么多人来，
总要搞点油水的，不可能空手而归。幸亏带了长灵儿的肋骨，这畜生的灵智竟如此之高。大蛇连筑基修士都能一口吞下，这群才练气的食物一口能吞好几个。点使这老家伙竟然贴上符钻逃跑了！好饱啊，动不了了。这么短时间，气息就衰退到炼气初期了。要不要向郡守大人汇报，顺便再咬二狗子一口呢？安城县这边消息灵通的可是都知道，蛇口山有一条能生吞筑基修士的大蛇啊。反正只要是值1个铜板的东西，一件不留。我用不上，手下那么多人还能用呢。走得这么小心才被射，等下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地板掀开，把机关陷阱也搬走。要是以前，我肯定很高兴，现在嘛，心里很平静。原来是一本专门布置机关陷阱之类的书。打包带走，回去慢慢看，慢慢整理。东西都收光了，门板也拆下来带走了，回去能打造好几十件武器。上次偷完没过多久，这仓库会不会很空啊？这么快又都装满了，这么多粮食、腊干果、铜钱、酒，还有这么多行军丸。大概是打算拿到郡城里换修炼资源的。我真是任劳任怨，搬空了这么多仓库都没喊累。劳动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，还真是让人意犹未尽。可惜了，这么一个好地方，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偷了。要不是没法化解，以后隔3差5来偷一次，比种田可强多了。